Hello，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那本期内容我们分为两个部分，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继续解析《千与千寻》这部动漫电影。如果您之前看过《千与千寻》这部电影的话，那从这里直接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你想观看我这期影片的完整内容的话，请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跳转到上一期影片。那记得我第一次看《千与千寻》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就14、15岁吧。电视台是在晚上12点开始播放的动画片，有的人就跟我说，你就扯吧，这电影国内怎么能够刚上映就播出呢？或者国内那些电视台就根本就不可能半夜12点播放动画片。那和大家说明一下，我所说的其实一点都没有撒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家是能够收到一个香港的频道，但是忘了那个时候那个台是不是叫凤凰卫视中文台，因为这个电视台的标志是一个凤凰的图标，或者还是一个叫做卫视中文台的一个台，它是一个星星的图标。反正这个两个台是哪个我是记不太清楚了。我记得那一天是快到半夜12点的时间，我妈正要让我去睡觉，但是这时候看的电视里边就开始播放了一个动画片，那又赶上正好第二天还是周末，我妈就让我看了，她自己就先去睡觉了。所以这个观影时间和独自观看的过程也增加了我对这部动漫电影的神秘感。再加上这个本来就不怎么接地气的电视台，不是说它的节目不好，因为这个电视台播放宣传的时候都是用港台腔来播放的，就在那个年代就很不接地气，无形中让人感到一种距离感。那大家第一次看这部动漫电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上面我们谈到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泡沫经济的背景下，社会呈现一种浮躁、做事寻求捷径的状态，人们无止境的享乐，飞蛾扑火般的狂欢。影片开始的时候，千寻家开的奥迪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辆左舵车，而日本通常的车都是右舵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辆身价不菲的进口车。也就是说，千寻所在的家庭肯定是一个中产以上的家庭，每个月收入的数字肯定是非常的可观的。那这里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千寻一开始的状态，他懒散地躺在车的后座上，手里面捧着朋友临别送他的鲜花，而豌豆香的花语正是甜蜜的回忆，离家远行的意思。一方面是隐喻朋友送别之情，一方面也说明了千寻即将踏上一趟离开家人的旅途。而最后千寻能够找回自己的名字，也是多亏朋友送的这束鲜花，因为上面的卡片上写着千寻的名字，而千寻一直携带着朋友送的鲜花上的这张卡片。在父母喊他的名字的时候，千寻第一时间都懒得做出回应。千尋、千尋、もうすぐだよ。宫崎骏当时也谈到，本想做成第3次呼喊才做出回应，那更加能够突出当代社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普遍隔阂。但是那样设计的话，太影响全片的节奏，所以就放弃了。那千寻爸爸的一次实线变道走错了路，才引发整个后面的故事。这里就是在隐喻，在泡沫经济的背景下，人们喜欢走捷径的这种浮躁的内心。随后他们的车一直沿着错误的方向继续往前开，走到了水泥路与土路之间的分界点。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地面上有很多的方形石头，那这个其实不是石头，这个叫做石祠。故事里面千寻的妈妈给他解释说，这是神明的家。うちみたいの何？石の祠、神様のお家よ。那这些石祠为什么歪七竖八的落在大树的下面？那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日本土地有限，泡沫经济的影响，又要开发大量的房地产、工厂、游乐园等等，所以就不得不大量占用各种农用地，甚至缩小或者直接占用神社的用地。那这些石祠很可能就是这些神社被拆毁之后，给这些神灵的家也来了一次搬迁。而这种巨大的古树也经常出现在日本的神社里面，很可能我们之前看到的这棵神树和鸟居就是神社被拆毁之后唯一剩下的遗迹，而这些石祠很自然的就被胡乱的丢在了这棵神树的下面。在千寻跟着父母穿过汤屋的神界入口之后，时钟从12个小时突然变成了13个小时。那大家注意这个钟表，它的表面刻有黄道12宫的星象符号，不知道这是不是能够对应日本神道文化中的疯魔时刻，也就是黄昏的时刻这个概念。那第13个小时在此象征着神明活动的特殊时间段，与人类世界的昼夜更替形成了对照。当指针指向13的时候，正是现实与神域的时间裂隙开启的临界点。如果按照这个解释说的话，也能够解释白龙一开始在黄昏时让千寻离开时候，
时间为什么会变快了？那现实12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现实与神隐世界交界的时候，时间多挤出了整整1个小时的长度，那时间的流逝速度肯定会加快。那影片里为什么要强调黄昏才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呢？日本有一种观点认为，黄昏是不属于人类的时间，那个时候迎面走来的可能是人，也可能是鬼。百鬼夜行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那所有被剥夺了性命的人类劳工，实质上可能都被困在了这第13小时的时区里面。那这种时间静格的受害者，可能不仅仅只有千寻和白龙2个人，锅炉爷爷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所以说锅炉爷爷之前应该也是个人类，或者至少是人类的外形。那他同样也是忘记了自己的性命，只不过白龙能够变成龙，而锅炉爷爷能够变出多条手臂而已。那有人就说，汤屋里边那些工作人员不都是人吗？其实这里并不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都不是人。汤屋里面的男性都是青蛙，而女性都是鼻涕虫。这一点在宫崎骏先生接受采访的媒体里面也提到过。那锅炉爷爷有6只手臂，能够同时操纵多把火钳天眉，主要之一，动作比蜘蛛还灵活高效。其实锅炉爷爷的形象可以分为2方面来解析。一方面，他这个佝偻卷缩的蜘蛛外形吧，就像一个守护神一样，因为蜘蛛在日本的文化中就象征着守护神，比如说织网捕捉灾厄，这里就对应锅炉爷爷保护千寻，给他指引方向，和给他去往钱婆婆那里需要的车票，还有让这些煤灰精灵拥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另外一方面，锅炉爷爷做事一丝不苟，身体与机械融合，就很符合日本文化中劳动者的工匠精神，也隐喻劳动者被异化为生产工具的现实。你可以看到房间内摆满生活的用品，有被褥、茶壶，暗示他吃住其实都在锅炉房里面，也对应日本终身雇佣制这种体制下老年劳工的困境。千寻的父母在无人的大排档里面大吃大喝，而这些食物本身是准备给神明的，父母吃了之后受到了魔法的诅咒。正是这种贪婪无知、不守规矩以及超前消费的观念，导致千寻的父母变成了猪。那这种无视风险的消费行为，正是宫崎骏强烈反对的，它也是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操纵着社会财富的流动，让人生出万物都可以获得的假象，而一旦幻想坍缩，往往变成猪的不是独裁者，而是平民老百姓。那让父母变成猪的这个设定，也是千寻成长的必修课。宫崎骏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父母一直待在千寻的身边，只会妨碍到千寻的成长。那这部电影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无脸男。很多人都在讨论影片中的无脸男到底代表着什么。那这个角色在影片中的吸睛程度甚至超过了白龙。无脸男的造型灵感来自于日本的戏剧。宫崎骏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说道，这个东西好像马吕啊。解释一下啊，马吕它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种日本传统的古剧腔，类似于国内的京剧啊，只能说是形式类似啊，他们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那一般演出者会将眉毛画成2个点的样子，风格非常的独特。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大家注意，只有无脸男的行走方向是相反的。那这一点呢，可以证明其实无脸男他并不喜欢汤屋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不认可无脸男这种独特的灵魂。正是在桥上看到了千寻，那千寻的身上肯定有吸引无脸男的元素，所以无脸男才决定留在汤屋这个他并不喜欢也无法融入的世界。站在汤屋前面桥上的无脸男，站在雨中的无脸男，都给人一种黑洞般的寂寞感，就像一个飘零寂寞无所依托的灵魂。那无脸男和千寻他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2个人最初都处于孤独的状态。千寻是因为失去父母的依靠，被迫进入异世界之后又与异世界格格不入。无脸男则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存在，无人关注，那这种孤独感恰恰成为了他们行动的重要驱动力。他们都对善良有着强烈的渴望。千寻在异世界得到白龙、锅炉爷爷等人的帮助，而无脸男则因为千寻的善意而产生依赖。2个人呢，都是因为得到他人的帮助而获得内心的安宁，而他们的差异又很鲜明。千寻始终保持着纯真与善良，即使身处污浊的汤屋，他拒绝无脸男的金子，坚持我只拿我应得的。他的行动动力源于救父母和救白龙，具有明确的利他性。那无脸男呢，其实相比更像这个复杂世界中的我们，缺乏自我认知与稳定的价值观，容易被环境影响。他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比如说用金子讨好，寻求存在感，甚至以暴力和吞噬填补空虚，体现了现代成年人的意志不坚与自我迷失。他只能通过外部的引导才能找回真实的自己。
千寻的拒绝打破了无脸男的欲望循环，而钱婆婆的接纳给他提供了归属感。他的救赎是被动且依赖他人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成年人一样。而这一点也暗示着迷失在现代都市里的人需要善意的环境重建自我，而迷失的本质更归因于社会环境。白龙的身世之谜。白龙本是掌管人间河流琥珀川的河神，他的本名为镇早见琥珀主。这条河流因为人类天河造楼而被彻底掩埋，失去栖身之所的白龙被迫进入神灵的世界，只能投靠汤屋的统治者汤婆婆，成为她的弟子，并被剥夺了真名，改名为白龙。他的龙性外表和操控魔法的能力就暗示了他作为自然神灵的本质。在汤屋生活环境的压力下，白龙逐渐变得冷酷严厉，成为汤婆婆的得力助手，甚至被迫执行偷取钱婆婆印章等违背本心的任务。他的处境也影射了自然被人类文明挤压后的异化和妥协。白龙和千寻其实很早就认识，在千寻幼年的时候曾经不小心掉进了琥珀川，而从河里救出千寻的正是白龙，所以千寻一直记得这条河的名字。在千寻的提醒下，白龙最终回忆起自己的本名，象征着摆脱了汤婆婆的束缚，恢复了作为河神的身份。那名字是神灵世界契约的核心，那找回真名就意味着他再也不用受制于汤婆婆的威严之下了。那下面是关于结局的几种说法。其实结局对于白龙来说并没有叙述的很明白，而是给了观众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吉卜力工作室就暗示说，白龙作为河神回归了自然，未来很可能通过河流与千寻重逢。元の世界に私も戻るよ。またどこかで会える？きっときっとよ。きっと。さあ行きな。振り向かないで。结尾，白龙叮嘱千寻不要回头，既是对离别的克制，也暗含对未来的期许。那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因为吉卜力公司的意思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宫崎骏的心思。那宫崎骏老爷子经常把自己的心思默默地藏在自己的作品里面。那另一种说法就是，白龙的琥珀川已经被填平了，失去了根基的他，即使找回了名字，也无法真正的回归，所以才一直留在了神隐的世界。私は湯婆婆と話をつけて弟子を辞める。平気さ、本当の名を取り戻したから。送别时那句别回头和护身符闪烁的细节，可能暗示着白龙即将消失，他即将履行自己和钱婆婆的约定，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帮助千寻完成心愿。而这一切，白龙并不希望千寻看到。汤婆婆的考验，最后汤婆婆让千寻从一群猪里面找出她的父母，而千寻为什么能够坚定地回答这里面没有？那千寻是怎么猜到的呢？下面的说法都是个人猜测，工作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洗澡的河神赠予的苦药丸的功劳，白龙吃下这颗药丸之后，能够识别出汤婆婆的孩子被调了包。那千寻可是第一手得到的药丸，他还曾经尝试着咬了一口，而且说非常的苦，很可能他因此获得了直接的感知能力。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逻辑的漏洞，汤婆婆规定猜出你真实的父母，但只能猜一次。千寻可能意识到，若父母真的在其中的话，一次机会无法同时选中2个人。这种逻辑矛盾就暗示着题目本身就是一个陷阱，答案应该是父母并不在其中。那第三种可能性就是钱婆婆的魔法偷生。钱婆婆曾经说过，魔法造物不堪一击。あんたに助かるよ。魔法で作ったんじゃ何もならないからね。并赠予千寻手工编织的头绳，象征着真实与破除虚妄的力量。那或许这个头绳就能够做到让千寻对汤婆婆的魔法免疫。那不管怎样，经历了神隐世界的磨难之后，千寻对人性的贪婪和汤婆婆的诡计都有了深刻的认知。他更倾向于相信白龙和自身的判断，而非汤婆婆的诱惑。最终，千寻走出了神隐世界，和父母穿过隧道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千寻却依然抓着父母的胳膊肘，寸步不离，表现出与进入隧道之前一样的怯懦。那这正是宫崎骏的另一个暗示，个体的成长可能被环境消解。汤屋的经历如同一个净化的梦境，而真正的改变需要集体意识的觉醒，而非个体的短暂蜕变。千寻离开时发圈2次红光闪烁，象征着汤屋世界的记忆逐渐的模糊。父母对异世界毫无印象，千寻最终也茫然回首。也许他走出异世界之后忘记了白龙，可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回想那句向前看，不要回头。其实经历的价值不在于铭记，而在于自身的成长。
回头意味着停留在对过去的留恋，而千寻必须带着在神隐世界获得的勇气与成长回归现实。那宫崎骏老爷子一贯的信念就是，人性中的微光足以穿透最深的黑暗。那这一情怀不仅是格局的转折点，更是对整部电影哲学内核的凝练。真正的拯救始于对自我与真相的坚守。那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希望本期影片你能够喜欢，请不要忘记我们下期再见。